原来女儿国才是西游记中最恐怖的存在，甚至比狮驼岭还要可怕。注意，这可不是在危言耸听，因为只要你有认真了解西游记原著，你就会发现女儿国并不是影视剧演绎的那么美好，这里根本不是什么温柔乡，而是一个处处透露着诡异的魔窟，就连好色成性的猪八戒来了都非常忌惮，只能称自己是太监猪。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首先，西游原著中并没有女儿国这一称呼，而是叫西凉女国。这个王国里没有男人，上上下下都是女性之身。他们繁衍后代的方法非常的离谱，就是只要喝了此国境内一条叫子母河的水，就能立马怀孕。更加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，怀孕后1小时就能成胎，而且还能感觉到血肉骨团在肚子里乱动，3天之后就可以直接分娩了。大家说这样的生育速度正常吗？我们顺着这条线再稍微往深处想想，西凉女国所有女人3-5天就能生下婴儿，如此简便的生育方式，生出来的孩子到底是人是鬼，是妖还是魔？也因此《西游记》这一回章节的名目叫做产主吞餐怀鬼孕，黄婆孕谁解邪胎，意思就是说女儿国上下怀的都是鬼胎，既然是鬼胎，那么它就不应该被叫做女儿国，叫做女鬼国还差不多。在86版《西游记》中，唐僧和猪八戒误喝了子母河的水，到了驿站感觉腹疼难忍，一打听竟然是怀孕了，算是闹出了一个很大的笑话。然而在原著中情节稍有不同，当时师徒4人来到西凉女国上了一条渡船，结果发现撑船人是一位老妇。原著中形容她眼花眉皱面容衰，声音娇细如鹰啭，也就是说她长着一张苍老的脸，但说话却是年轻女子的声音，这样貌和声音的巨大反差无不透露着一丝诡异。故事从这里开始也就非常奇怪了，女儿国上下都知道喝子母河的水会怀孕，可是当唐僧和猪八戒喝的时候，撑船老妇却没有进行拦阻，哪怕是师徒2人肚子疼的下了船，这老娘们硬是也没说一个不字，这就说明老妇人并不是一个善良的女人，在她的眼里，男人怀孕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。下了船后，师徒4人来到一户老太婆的人家中，才得知了真相。农户的老太婆对他们说，幸亏你们来的是我家，我年纪大了，对风月之事没兴趣，倘若换做别家，定要和他们交合，要是不从，就把肉割了做成香袋。可见女儿国并不是没有男人，而是来这里的男人都被做成了香袋，否则子母河以及女儿国的秘密早就传播出去了。这里可能有些热血方刚的男同胞会说，这也不是什么坏事，至少快乐。话虽如此，但是别忘了，女儿国至少有成千上万个要服务的女人，就算你身体再好，那也是短暂的欢乐，一旦你失去了该有的作用，那么就只能是被抛弃，死后还要被当成人种。精通鏖战之法的猪八戒碰到这种场面，竟然吓得赶紧说自己是个枭猪，意思就是太监猪。所以原著中的女儿国并不是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的那么香艳，毫不夸张地说，这是一个让男人为之颤抖的国度。这里没有爱情，更没有所谓的纲常伦理，只有无比强烈的欲望之火。然而西凉女国隐藏的恐怖秘密远不止这些，还有更可怕的落胎权。女儿国之所以没有男人，是因为在女人分娩之前必须要到照胎权做个体检，如果照胎权照的是双乙，那么就代表是女孩，这时就可以被允许正常生育下来。反之，如果照的是单乙，也就是男孩，那么就要去解阳山喝下落胎泉的泉水，只要喝上一口就能解除掉胎气。而为了保证女儿国生生不息，那些没有生出女孩的女子还需要继续喝子母河的水，直到怀的是女孩为止。长久以往，这些女人的身体自然会受到严重的损害。撑船的那个老妇脸色苍老，声音年轻，可能就是受这方面的影响。也许她的年龄并不是很大，只是因为落胎多了，所以看起来很老。那么是谁制定了这种有违天道的规则呢？当然是规则下的既得利益者，女儿国的国王。子母河照胎权、落胎权就像是一条完整的生产线，而女儿国国王依赖着这条生产线，打造出一个唯我独尊的女权社会。好在唐僧没有被美色所迷，若是真的留在这里，想来也是死无葬身之地，最终变成女王脖子上挂的香袋。